你每天用来洗衣服的洗衣机，其实比你家马桶还要脏上数百倍。而且最可怕的是，你肉眼完全看不见。你们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？衣服明明刚洗完，拿出来却有一股闷闷的霉味，不是汗味，也不是洗衣精的香味，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尸臭味。有时候贴身衣物穿完，皮肤会怪怪的发痒，甚至冒出一点一点的小红疹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换洗衣精，或是加一堆消毒水，还怀疑是不是自己肤质变敏感了。今天我把认识10年的维修师傅传授的方法完整教给你，不用花大钱请人来拆洗，不用买昂贵的专用清洁剂，厨房随便找得到的材料，几十分钟就能把深层脏污全数清出来，连你从来没发现过的死角都不放过。对了，先跟大家做个温馨提醒，今天这支影片的内容纯粹是生活经验与科普分享，不能代替专业的机具维修或是医疗诊断。如果皮肤有长期不适，或是洗衣机有故障状况，一定要记得咨询专业的医生与维修人员。很多人听到洗衣机比马桶脏，第一反应都是不可能。马桶看起来那么脏，洗衣机内桶亮亮的，每次都有水在冲，怎么会更脏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马桶的瓷面光滑，每次冲水都能带走表面大部分脏污。你还会定期刷马桶，倒清洁剂，但洗衣机不一样，你看得见的只有内桶。可是内桶跟外桶之间有一个你一辈子都看不见的狭窄夹层，就是这个缝隙成了脏污跟细菌的大本营。衣服上脱落的皮脂、毛絮、纤维，口袋里没掏干净的卫生纸屑、灰尘，再加上自来水里的矿物质结成的水垢，就这样一层一层粘在内桶外壁跟外桶内壁上。洗衣机内部长期潮湿，没有光线，运转时又有适合的温度，再加上有机脏污当养分，简直就是细菌跟霉菌的完美培养皿。根据相关的居家环境检测数据，连续3个月没有做深层清洁的洗衣机，内桶夹层的菌落总数最高可以达到马桶表面的数百倍。里面不只有常见的大肠杆菌，还可能有霉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类容易引发皮肤不适的菌种。更讨厌的是，这些细菌不会乖乖散在那里等你冲掉，它们会分泌一种黏黏的物质，把自己跟脏污全部包裹在一起，形成一层生物膜。什么是生物膜？讲简单一点，就像细菌们合力盖了一层保护罩，普通的水流甚至一般浓度的清洁剂都很难渗透进去。就像厨房水槽底下那层滑滑的东西，你用水冲根本冲不掉，一定要用刷子用力刷才会掉。洗衣机夹层里的生物膜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每次你开机洗衣服，水流翻滚搅动，就会把生物膜的碎片、霉菌、孢子分解皮脂、脏污一块一块冲出来，
混在洗衣水里，重新粘回你的衣服上。讲得直白一点，你以为衣服丢进去洗干净了，其实是在装满看不见脏污的水里泡了半个小时，再拿出来晾干。你闻到的那种闷闷的霉味，就是细菌跟霉菌代谢出来的味道。有时候衣服上出现的黑色小棉絮，也不一定是衣服掉的毛，很可能是夹层里冲出来的陈年脏污。这种状况对于抵抗力比较弱的长辈、小朋友或是肤质本身就敏感的人，影响会更明显。长期接触下来，皮肤发痒、泛红、出小疹子的几率都会增加。很多人找来找去找不到原因，其实问题就出在那台你天天用却从来没清过的洗衣机里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那是不是要拆机清洗啊？拆一次好几百块，麻烦又花钱。不用，今天教你的方法完全不用拆机，不用找师傅，材料就是你厨房一定有的小苏打、白醋跟食用盐，成本不到几十块，普通人在家就能做。但是先讲清楚，不是随便倒进去搅一搅就好，顺序错了，效果差非常多。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之前清洗衣机是不是小苏打跟白醋一起倒，看着泡沫冒出来一大堆，觉得超疗愈，以为清洁力超强？我以前也踩过这个坑，直到师傅当面骂我笨蛋，说这两个混在一起等于白做工。为什么？小苏打是碱性，专门分解油脂跟有机脏污；白醋是酸性，专门软化水垢跟抑菌。一个酸一个碱，倒在一起当场就酸碱中和，变成水跟一点点盐，看起来热热闹闹一堆泡沫，实际上清洁力直接砍半。正确的做法一定要分开用，先酸后碱，各自发挥作用，效果才会最好。具体步骤我一步步讲，你们跟着做就对了。第一步，先做白醋循环浸泡。如果是滚筒洗机，就把2到3杯的白醋倒进放洗衣精的抽屉里。如果是直立式洗衣机，就直接把白醋均匀倒进内桶，然后选择一般洗程或是机器自带的桶，清洁行程让机器转个10到15分钟就好，不用洗完。转到时间就直接暂停机器。为什么要暂停？因为要让白醋水充分浸泡整个夹层。水垢跟生物膜不是一碰就掉，要给酸性的白醋一点时间，慢慢渗透进去，软化，异味比较重。很久没清的机器，建议浸泡1个小时左右。平常有在保养的，泡30分钟就够了。泡够时间之后，再让机器把整个行程跑完，把脏水全部排出去。这时候你可以去看排出来的水，一定会变得浊浊的，有点黄灰色，严重的甚至会飘着小碎屑，那些就是夹层里被软化下来的陈年脏污。第二步，用小苏打做深层分解。白醋行程跑完之后，把半杯到1杯的小苏打均匀撒在内桶底部。这边有一个超好用的小技巧，
一定要记起来，丢一两条干净的旧毛巾进去一起洗。为什么要放毛巾？因为毛巾在桶子里翻滚的时候，会像无数个小刷子一样，物理摩擦内桶壁跟夹层的开口，把粘在上面的脏污刮下来，比单纯用水冲效果好非常多。一样开温水的短行程，或是桶清洁行程，让机器完整跑完。跑完之后，你再看排水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一块黑色的棉絮状物体，那些就是被小苏打分解、被毛巾刮下来的深层脏污。第三步，清水漂洗收尾，千万不要偷懒省这一步。前面的步骤都做完之后，一定要再跑一次完全清水的漂洗行程，把残留在夹层里的小苏打、白醋还有脏水全部冲洗干净。如果是家里有小婴儿或是肤质特别敏感的，建议跑2次清水漂洗，确保没有任何残留。全部做完之后，打开洗衣机门跟洗衣精抽屉，让它通风晾干。你靠近闻，完全不会有闷臭味，就是干净的味道。至于食用盐，你可以在第一步白醋浸泡的时候一起加，大约半杯的量就好。盐本身有轻微的抑菌效果，也能增加一点摩擦力，帮助带走脏污，属于加强版配方。如果家里刚好没有，不用也没关系。主要效果还是来自白醋跟小苏打。这个清洁方式建议2到3个月做一次就好。如果是大家庭，每天都要洗好几桶衣服，或是家里有养宠物、有小朋友的，可以拉长到1个半到2个月一次，维持起来就很干净。当然，一定有人会问，如果家里刚好没有小苏打跟白醋，或是霉味已经很重，想要快速杀菌，还有没有别的方法？有，可以用家用含氯漂白水，效果快，杀菌力也强。但是这个方法有几个绝对要注意的安全事项，我一定要讲清楚，千万不要铁齿。首先，操作方式很简单，倒大约半杯的稀释漂白水进洗衣精的抽屉里，然后开一般洗程，转个5到8分钟，让漂白水充满整个内桶跟夹层，一样暂停浸泡半个小时，再让机器跑完整个行程。重点来了，跑完之后一定要用清水空洗，至少1到2次，确保把残留的漂白水完全冲干净，不然下次洗彩色衣服很有可能会被漂掉色。贴身衣物有残留的话，也可能刺激皮肤。然后是3个绝对不能犯的安全错误。第一，绝对不可以把漂白水跟白醋或是任何酸性清洁剂混在一起用，2个加在一起会产生有毒的氯气，轻则呛到咳嗽、眼睛不舒服，重则伤害呼吸道，非常危险。要么单用漂白水，要么单用白醋，绝对不能混用。第二，清洁的时候一定要打开门窗通风，漂白水的气味比较刺激，密闭空间里吸太久对身体不好。第三，不要频繁使用漂白水清洁，毕竟腐蚀性比较强，太常使用
会加速机器橡胶零件的老化。日常保养还是以小苏打白醋的温和配方为主，漂白水适合严重异味，长期没清的时候做突击处理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就清完了，对吧？内桶洗了，夹层也冲了，应该干净了。我跟你说，还早得很。有2个地方，90%的人一辈子都没清过，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。这2个死角，才是很多洗衣机永远臭烘烘的真正元凶。第一个死角就是滚筒洗衣机右下角，那个小小的挡板后面藏着的底部过滤器跟紧急排水孔。你现在就可以低头看一下，你家滚筒洗衣机右下角是不是有一个长方形或是圆形的小盖子？绝大多数人从买机器到换机器，从来没打开过。这个盖子后面就是过滤器，它的作用是拦截洗衣服时掉下来的硬币、纽扣、发夹，还有大量的毛絮跟棉絮。时间一久，这些东西混着积水卡在里面，发霉发臭，滋生一堆细菌，严重的还会堵住排水孔，让机器排水变慢，甚至故障。到时候叫师傅来修，又是几千块飞了。我第一次打开我家洗衣机过滤器的时候，当场差点吐出来，里面积了黑黑的水，混着一大堆毛絮，还有2个失踪好久的发夹，那个味道真的难闻到不行。清理的方法很简单，5分钟就能搞定，但是有几个小细节要注意，不然会喷得满地都是水。首先，先在盖子下面垫一条厚毛巾，或是放一个浅盘子接水，因为打开一定会有积水流出来。然后打开外盖，你会看到一个小小的软管，那是紧急排水管。先把它的塞子拔掉，把里面的积水慢慢放出来，等水流得差不多了，再逆时针旋转中间的过滤器旋钮，慢慢把它拉出来。拿出来之后，你就会看到上面卡满了毛絮、污垢，还有各种小杂物。拿到水龙头底下，用刷子把边边缝缝都刷干净，滤网的洞不要堵住，顺便也伸个布进去，把机器内部那个空腔也擦一擦，里面通常也会卡很多脏东西跟粘液，清干净之后对准卡槽顺时针锁回去，确认转紧不会漏水，再盖上外盖就完成了。这个过滤器建议1到2个月就要检查清理一次。如果家里养宠物，或是常常洗毛衣、毛巾、毛屑比较多的，最好每个月都清一次，花5分钟就能避免异味跟机器故障，非常划算。对了，直立式洗衣机通常没有这个底部过滤器，大部分是在内桶侧边或是底部有个滤网带，那个比较容易看到，记得也要定期拿出来冲干净。第2个死角就是滚筒洗衣机的门胶圈，也就是门边那一圈黑色的橡胶，你们可以伸手摸一下那个胶圈的皱褶里，是不是永远湿湿的？每次洗完衣服，水都会积在橡胶的缝隙里，
擦都擦不干净。长期下来，这里就是霉菌的天堂，很快就会长出一点一点黑色的霉斑，严重的时候，霉斑还会蹭到衣服上，让衣服出现黑点，怎么洗都洗不掉。平常保养其实超简单，每次洗完衣服花个10秒钟，拿干布把胶圈的皱褶整个擦一圈，把积水擦干，再开门通风，就不太容易长霉。就这么一个小动作，很多人就是懒得做。那如果已经长了霉斑怎么办？也不用急着换胶圈，换一个不便宜。你可以用稀释过的漂白水或是白醋水，把纸巾或是抹布浸湿，一整片贴在长霉的地方，尽量贴近皱褶里，然后关上门，敷个几小时，甚至放过夜。第二天撕下来，用软刷子轻轻刷，霉斑基本上就会掉下来。比较深层的霉斑，可能要重复个2、3次才会完全干净。如果霉斑已经渗进橡胶深处，甚至胶圈都龟裂、剥落了，那再考虑更换新的门胶圈。这边也补充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小知识，洗衣精跟柔软精加太多，反而会让门胶圈跟夹层更容易发霉。很多人觉得放越多越香越干净，但其实过量的洗衣精根本洗不干净，残留的泡沫就会卡在缝隙里，变成细菌的养分，反而越洗越脏。按照说明书建议的量就足够了，真的不用多放。好了，深层清洁跟2个死角都处理完了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清洁只是治标，真正要让洗衣机长期干净，不会很快又脏回去，还是要靠日常的小习惯。3个超简单的习惯，养成之后，你的洗衣机状况会好非常多。第一个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，洗完衣服绝对不要马上关门，这是最多人犯的错。洗完衣服拿出来，顺手就把门关上，觉得这样比较美观，不会卡灰尘。但其实机器里面满满都是水汽，密闭空间里闷个1天1夜，刚好给霉菌完美的生长环境，不长霉才怪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洗完衣服之后，把门打开，至少通风1、2个小时，等内桶跟门胶圈都完全干透了，再关起来。如果是梅雨季、下雨天、湿度特别高的时候，可以开更久一点。还有洗衣精的抽屉，洗完也可以拉出来擦一擦，晾一晾，那里也很容易积水发霉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就能减少70%、80%的霉菌问题。真的不要偷懒。第2个习惯，洗衣服之前一定要把口袋全部掏干净，卫生纸、零钱、收据、发夹，这些东西只要进了洗衣机，要么卡在过滤器，要么就跑进夹层里，变成脏污的一部分。尤其是卫生纸碎掉之后满天飞，卡进缝隙里超难清，还会沾得满衣服都是棉絮。花个10秒掏一下口袋，后面省超多麻烦。第3个习惯，偶尔用一次高温洗衣行程。现在很多洗衣机都有60度甚至90度的高温洗程，
冷水洗虽然省电，但对于油脂跟生物膜的分解力比较差。偶尔1-2个礼拜用一次高温行程洗毛巾、床单、浴巾这类耐热的东西，高温可以杀掉大部分的细菌，也能软化部分油脂跟水垢，减少生物膜的累积。当然，这个要看你家洗衣机的规格，还有衣服的材质，羊毛、蚕丝这类不耐热的就不要乱丢进去，高温洗，缩水了不要来找我。这边也顺便回答一个很多人问的问题：洗衣机自带的桶清洁功能到底有用吗？我会说，有保养的效果，但没有深层清洁的效果。它就是空转热水，对于刚开始累积的轻微脏污，日常维持来说是有用的。但如果已经积了好几个月、好几年的生物膜跟水垢，单靠热水是冲不掉的，还是要配合清洁剂跟人工清理死角。不要觉得有桶清洁功能就万事大吉，该做的保养还是要做。其实讲了这么多，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：洗衣机不是自己会干净的东西，它天天帮你洗脏衣服，里面自然会累积脏污，只是你看不见而已。很多人会定期刷马桶、擦地板，却从来没想过要清洁洗衣机。但想想看，你贴身的内衣、毛巾、床单，还有小朋友的衣服，全部都在这台机器里洗。机器本身干不干净，其实比很多表面的干净都重要。方法都不难，花的钱也很少，就是一个观念跟习惯的问题。今天看完这支影片，赶快去检查一下你家的洗衣机，看看门胶圈是不是发霉了，底部过滤器是不是从来没打开过。现在动手清一次，你会发现衣服洗完的味道都不一样。最后再温馨提醒一下，如果你的洗衣机已经有故障、漏水这类问题，一定要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处理，不要自己随便拆机。如果皮肤有严重的不适，也一定要咨询医生，不要自己判断。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之后还有更多实用的生活小技巧跟你分享，也别忘记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尤其是那些从来没清过洗衣机的人，说不定他们看完会吓一大跳。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说说，你们家洗衣机多久没清了？第一次打开过滤器的时候，清出了什么奇怪的东西？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